我叫莫芊芊，是莫家村最后一代玄学传人。我师父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我这辈子注定五弊三缺，除非能找到一个命格硬到连阎王爷都得绕道走的男人，当人形充电宝。于是我盯上了本是最尊贵、最帅气，也最毒舌的大佬陆振廷。第一次见面是在他那栋价值100亿的别墅门口，我摆出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拦住他，先生，我看你印堂发黑，3日内必有血光之灾，不如买张符保平安。陆振廷连正眼都没瞧我，冷笑一声，对保安说，现在骗子的门槛这么低了吗？送这位小姐去精神科挂号，费我出。可3分钟后，他那辆全球限量的超跑就在家门口爆了胎。我看着他那张黑如锅底的脸，笑眯眯地走过去，大佬，血光之灾没有，破财之灾跑不掉，要不要考虑聘请我做你的私人特助？语气转俏皮。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位玄学少女是如何把一个死硬科学派总裁一步步变成她专属的挂件。我莫芊芊自幼随师父在深山修习，捉鬼布阵、看相算命无一不精，但我师父没告诉我，现代社会一个拿着罗盘的少女要在水泥森林里混口饭吃，简直比登天还难。尤其是当我遇到了陆振廷这种人。陆振廷，陆氏集团掌权人，智商爆表，坚信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的大脑装满了概率论和线性代数，唯独没有运气这2个字。莫小姐，根据概率学，我那辆车爆胎的几率是3%，你刚才的预言只不过是幸存者偏差加心理暗示。陆振廷坐在办公室里，优雅地端着咖啡，语气冷淡的能掉冰渣。我坐在他对面，手里拨弄着祖传的罗盘。陆总，大数据告诉你，你明天的签约仪式会顺利，但我这罗盘告诉我，你明天会遇水逆，而且是物理意义上的水逆。陆振廷冷哼一声，深邃的眸子锁住我。如果明天一切顺利，你就从此消失。好，但如果出了事，你就得聘请我当你的私人顾问，包吃包住，还得发工资。结果第2天，陆振廷站在金碧辉煌的签约台上，刚要落笔，天花板上的消防系统毫无预警的故障了。顷刻间，一场人工大雨将这位身价千亿的总裁淋成了落汤鸡。我撑着一把鲜艳的红伞，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走到他身边，把伞遮在他头顶。我笑意盈盈地问，陆总，这场雨的流体力学美感你还满意吗？陆振廷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咬牙切齿地挤出3个字，莫芊芊。就这样，我成功入住了陆氏集团。我的工作内容极其玄幻，确保陆振廷不会因为命格太硬而把自己克死。入职第1天，我就把他办公室里那张价值连城的大理石办公桌移到了东南方，还在他那台顶级计算机主机上面放了一盆长满刺的仙人掌。莫芊芊，你知道这张桌子是哪位大师设计的吗？陆振廷看着凌乱的办公室，额角青筋狂跳。大师救不了你的命，陆总。我一边在门后贴符，一边老神在在地说，你这屋子杀气太重，不放盆仙人掌挡一挡，你明天就得去医院挂号。陆振廷当然不信，他趁我不注意，一脸嫌弃的把那盆仙人掌扔进了走廊的垃圾桶。
结果当晚，他就因为急性阑尾炎，真的进医院报到了。当他穿着病号服，看到我提着一篮苹果，出现在病房的我时，他眼底那抹对科学的坚持，终于出现了一丝皲裂。莫芊芊，你是不是在我的身体里装了传感器？他虚弱地问。我啃了一口苹果，口齿不清地笑。陆总，我是在你心里装了个想念我的信号灯，现在能把那盆仙人掌搬回来了吗？陆振廷转过头，虽然表情依旧冷酷，但声音小了很多，搬盆大点的。相处久了，我发现陆振廷这个冷面君王其实有着极其可爱的反差萌。他嘴上说着不信邪，但每次我吓唬他今晚子时阴气重不宜出行，他都会乖乖地推掉应酬，然后死皮赖脸地找借口让我陪他在办公室加班。莫芊芊，我是为了工作，不是因为怕那些不存在的磁场。陆振廷一边疯狂敲击键盘，一边故作镇定地说。我心生恶作剧，偷偷捏了个指诀，熄灭了办公室所有的灯。啊！伴随着一声短促的惊呼，陆振廷几乎是瞬间就弹了起来，一个箭步冲到我身边，死死地搂住了我的腰，力道大的差点让我窒息。莫芊芊，你在干什么？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微微发颤，我能感觉到他的心跳得像架鼓。我忍住笑，拍拍他的脑袋。陆总不是说科学解释一切吗？黑暗只是光子消失了，你怕什么呀？光子消失会引发我体内皮质醇飙升，产生焦虑感。他依旧嘴硬，但手却越抱越紧。总之不准关灯。我看着他缩在我肩头的样子，突然觉得这个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大佬，其实也就是个需要人陪的大男孩。我反手回抱住他，发现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冷木香，让人很安心。好不关灯。陆振廷，你再抱下去，我可要收附加费了。收吧，把整个陆氏都给你。虽然陆振廷是我的人肉充电宝，但他那过于刚硬的命格，有时候也会招惹来一些真正麻烦的东西。有一次陆氏集团收购了一块偏僻的老旧地皮，传说那里曾是古战场，阴气极重。陆振廷不听我劝，非要亲自带队去视察，结果我们被困在一栋旧楼的电梯里，电梯内的灯光疯狂闪烁，气温骤降至冰点，一股无形的压力压得人喘不过气。陆振廷躲在我身后，我抽出桃木剑，神色是前所未有的凝重。陆振廷虽然脸色发白，但他竟然上前一步，将我挡在身后。莫芊芊，你只是个女孩子，这种物理异常应该由男人来面对。什么物理异常？这是磁场紊乱加怨气集结。就在黑影扑来的瞬间，陆振廷大吼一声，一把将我护进怀里，用后背硬生生地扛住了冲击。奇迹发生了，陆振廷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肉眼可见的金光，那是他那强悍到极点的帝王命格。黑影碰到金光，瞬间像残雪遇到烈阳，消散得无影无踪。电梯恢复正常，灯光亮起，我呆呆地看着他。陆振廷，你刚才发光了，你看到了吗？陆振廷气喘吁吁的整理着领带，一本正经地说，发光。莫小姐，你出现幻觉了，那是电梯线路短路产生的电弧反应，是正常的物理现象，这都能编出科学解释。自从那次电梯事件后，陆振廷虽然嘴上依旧挂着科学，
但行动上已经彻底变成了我的专属挂件。我去哪里看相，他就在旁边帮我拿罗盘；我去哪里除灵，他就坐在一旁，一脸严肃地读广义相对论，说是可以用科学精神感化那些不科学的存在。陆振廷，你这样会让我显得很不专业。我无奈地说。陆振廷放下手中的书，认真地盯着我。莫芊芊，我想通了，你师父说你命格有缺，而我命格太硬，这在能量守恒定律里，我们就是最完美的互补结构。我愣住了，你想表达什么？他从兜里掏出一份文件，还有一枚足以闪瞎眼的钻戒。我买下了你师父当年所在的整座山，重建了道观，还加装了全山覆盖的5G 网络和太阳能发电系统。莫芊芊，你要的能量以后我全包了，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研究一下，如何用科学的方式生出一个具备最强命格的继承人？我的脸瞬间红到了脖子根。陆振廷，你告白就告白，扯什么继承人啊？他笑了，那种笑容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他拉过我的手，将戒指套上去。莫小姐，这是我经过精密计算得出的最优解，你跑不掉了。一场轰动全城的婚礼在陆氏庄园举行，婚礼现场极其奇葩，一边坐着身穿道袍的玄学界大佬，一边坐着西装革履的科技巨头。在交换戒指的时候，陆振廷竟然还在低声跟我说，根据心理学分析，我现在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120次，证明我对你的爱意已经超出了逻辑控制范围。我直接用吻封住了他的嘴，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后来有人问陆总，陆总你现在信不信命？陆振廷搂着我的腰，面不改色地说，我信大数据。大数据显示，莫芊芊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不可控变量，所以我决定放弃逻辑，终身被他套牢。我看着他，心里暖洋洋地想，师傅你说的对，这块人形充电宝确实挺好用的。这就是莫芊芊和他的死硬科学派大佬陆振廷的故事。所以说啊，科学的尽头可能是玄学，但玄学的尽头一定是遇到那个把你捧在手心里的人。如果你也想要一个命格硬档，能帮你挡灾的大佬，记得点个赞，订阅我的频道。我是你的打翻故事茶，感谢你的收听。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相信命运是注定的吗？我们下个搞笑甜蜜的故事再见。